天才丹修楚今天喜欢清冷孤傲的仙子，而我性格淡漠，刚好长在他的审美上。于是，没落的凌云宗为了换取资源，把我送到傲天宗联姻。但我知道他很讨厌我。我刚到傲天宗大殿外，天才丹修为了拒绝和我联姻，竟在殿上以死相逼。凌云宗想嫁女儿想疯了吗？我才18岁，娶什么妻？让他滚回去！我绝不联姻。哼！他为了拒绝和我联姻，竟当着长老的面以死相逼。我选择成全，准备向他要3座灵药山当退婚的补偿。可他刚一见到我，原本满是怒气的脸唰的就红了。你好，在下楚惊天，你可以叫我惊天哥哥。我后退半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他刚才还嚷嚷着不娶，现在变脸这么快，难道看出了我身上的本命毒蛊？我试探着问。我特别喜欢联姻，你呢？傲天宗长老急了。你个欺师灭祖的臭小子，你刚不还死活不肯娶吗？这老头不是我师父，经常胡言乱语，清寒姑娘莫见怪。他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株散发着炽热红光的仙草。第一次见面，这株赤炎仙草能帮你压制体寒。长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赤炎仙草，这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抢来，留着炼制9品本命金丹的吗？你直接给他。这是驻颜丹，这是暖玉手串。算了，都给你，就算一点见面礼。这叫一点见面礼？我冷着脸没接。难道他在羞辱我凌云宗没落？见我没反应，楚惊天急了。这些说是入不了你的眼，这个神级炼丹炉也送你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幽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别送了，小祖宗，苏清寒只是个垫脚石，你的天命道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鼎灵，你快施法把我和那天命之女的因果红线给斩断。苏清寒虽然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但他命格低贱，注定是个垫脚石。奇怪，大殿明明没人讲话，我却能听到楚惊天和一个叫鼎灵的家伙的秘密对话。这时，殿外走进来一名白衣女修，恭敬行礼：“见过傲天宗长老，家师命我送拜帖，请青天师兄到幻海阁一叙。你未来的道侣的师尊请你过去，就是想撮合你们。慕容雪才是与你阴阳相合的极品顶狼体质，只有她才能助你。”我忙着呢，没空去。你赶紧把我和这天命之女的因果斩断，我不想让清寒误会。楚惊天连看都没看那女修一眼。解断不了，他见到你，你们的天命因果就开始了。楚惊天咬牙切齿：“斩不斩？不斩我一把火烧了你寄宿的破鼎！”鼎灵委屈大喊：“你居然我！因为你炼丹天赋太强，天道气运全废，走到哪儿都是极品丹药当糖吃。现在给你安排个天命女主，你还要杀我，我不活了！”我不管什么天道，我只要苏清寒。鼎灵叹了口气：“他这个凌云宗少宗主，一肚子坏水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为了提升实力，暗中修炼了极其危险的毒蛊之术。为了壮大凌云宗，他不择手段。你以为他真想和你联姻？为了自保，他把自己炼成了毒蛊之躯。他把毒虫变成眼线，游走各大宗门收集情报。我手指微微收紧，我的底牌竟然被这鼎灵看得一清二楚。那又怎样？他修炼蛊毒，肯定吃了很多苦。他这么可怜，还能这么努力。鼎灵差点气吐血。我之前在苍梧秘境见过他驱使毒虫的样子，心狠手辣，哪里可怜了？那你管我喜不喜欢？清寒收集情报是为了什么？苏清寒是极品毒灵根，但修为卡在金丹期，毒性反噬严重，所以他想找九幽魔渊，那是一件上古仙器，能解除反噬，提升修为。我心中一惊，这鼎灵果然知道所有事。千万别让他知道，只有你的火灵根能帮他压制毒障，拿到仙器。魔渊被封印在沧海秘境，钥匙在幻海阁阁主幽冥老祖手里。原来钥匙在幽冥老祖那儿。我打断他们的内心戏，冷冷看向幻海阁女修：“你们圣女好大面子，我和楚惊天虽未结契，也是两派首肯的。圣女横插一脚，不合规矩吧？”苏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携家师令来邀请惊天师兄。我冷笑一声，看了眼女修：“我忽然对幻海阁很感兴趣。
楚道友能否接下拜帖，带我一同前去？鼎明在楚今天脑子里疯狂尖叫。这妖女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，别答应她，我们不去幻海阁，那里是女主的地盘。楚今天毫不犹豫说：“我忽然想去了，但我要求带清寒一起去。贵阁不介意多位客人吧？”鼎明气得爆粗口：“气死我了！早知道你是个情种，绝对不选你当宿主。”米修点了点头，自是愿意的。楚今天转头看向我：“你想在傲天宗休息，还是现在出发？若留下，我去后山为你采灵草，藏书阁功法你随便挑。”徒儿，极品丹药都送他了，实在不行，把为师也打包送他吧。傲天宗长老快哭了。他要你个糟老头干什么？闭嘴！我揉了揉眉心，这一老一少吵得我头疼。现在出发。半日后，我们抵达了东海之滨的幻海阁。刚到山门，就被2名守门弟子拦住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凌云宗苏清寒。守门弟子嗤笑：“凌云宗那个破落户，你一个古修来我们幻海阁作甚？”我面无表情。受贵阁圣女所邀。放屁！圣女怎么会邀请你这种垃圾宗门的人？赶紧滚！辱我宗门者，不可轻饶。我神色一冷，指尖微动，2只细小的透明飞虫悄无声息地靠近他们。2人瞬间双眼翻白，沉沉睡去，浑身轻微抽搐。暗中跟来的独骨探子低声问：“主人，这2个人怎么处理？”别管他们，瞌睡蛊只会让他们昏睡3天，死不了。倒是你，潜伏5年，连九幽魔渊在沧海秘境都没查到。主人恕罪，滚回凌云宗领罚。鼎明又开始大惊小怪。苏清寒居然下黑手，就因为他们骂了2句，太恶毒了。这蛊虫可是魔门手段。他好勇敢，为了宗门尊严，敢在幻海阁直接动手，真有骨气。你有病吧？他下毒了！你看那2个弟子多惨！我不动声色，假装没听到。楚今天的脑回路，我实在无法理解。楚今天走过去，踢了地上一块石头一脚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像个镇眼棋子。鼎明冷哼：“那是幻海阁的引路石。”楚今天，慕容雪马上出来了。你赶紧拿出天才的排场，好好吸引天命之女。话音未落，山门内传来轻柔的脚步声，慕容雪带着侍女走了出来。她看到地上昏迷的弟子，又看了看我和楚今天，秀眉微蹙。怎么回事？旁边赶来的管事指着我大喊：“圣女，是这个凌云宗的妖女，她用毒害了我们守门弟子。”空气中瞬间充满火药味。谁敢动他？楚今天冷眼看着那名管事，幻海阁的管事被真火的威压逼得连连后退，但仍硬着头皮喊：“圣女，这妖女公然在山门下毒！”闭嘴！慕容雪轻声呵斥，上前探了探2名守门弟子的脉搏，眉头舒展：“只是中了瞌睡蛊，经脉受阻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是我们幻海阁的弟子出言不吝在先，把他们抬下去吧。”我不由得多看了慕容雪一眼，这位天命之女倒是不像传闻中那般傲慢无脑，是个讲道理的。她怎么不发火？她可是天命之女啊！被人在家门口打脸，她应该一剑劈了苏清寒才对啊！楚今天在心里冷哼：“人家比你明事理多了。”慕容雪转身：“师兄，家师在内殿设了接风宴，有要事相商，请随我来。”楚今天站着不动。清寒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慕容雪身边的侍女忍不住了：“阁主只邀请了楚公子，他……那我就留在山门陪他吹海风。”楚今天直接打断，顺手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件火狐大氅披在我身上。海边风大，当心你的寒症。慕容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慕容雪却刻意放慢了脚步，与我并肩而行。她压低声音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试探：“苏姑娘好手段，外界都说楚公子眼高于顶，不知道你给他吃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他对你如此死心塌地。”我转头看向这位修真界第一美人，不怒反笑，凑近她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：“姐姐真好看。”什么？姐姐貌美如仙，年纪轻轻就结成了金丹，未来必定大道可期，飞升上界。像姐姐这样强大又有能力的女子，要什么男人没有？何必把心思放在男人身上？慕容雪呆立在原地，作为修真界第一美人，
他听过无数男人的阿谀奉承，也见过无数女人的极度算计，但这是第一次有女人如此直白地夸赞他的实力。我接着说，我很喜欢姐姐，一直想成为像姐姐这样的人。这接风宴上的虚情假意实在没意思。姐姐能教教我修炼的心得吗？慕容雪眼底的防备瞬间卸下，嘴角勾起一抹惊艳的笑意。没想到你这么会说话，你这朋友我交了。日后修炼遇到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鼎灵在楚惊天脑海里已经崩溃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哪里有黑化的迹象？他们怎么还手牵手了？不对，剧情肯定是哪里出了大错。楚惊天懒得理他，凑到我身边，递过来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。清寒，刚才说了那么多话，润润嗓子，你看你瘦的，多补补。我顺手接过丹药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极品丹药，拿回宗门能换不少灵石。接风宴设在宽敞的大殿，幻海阁阁主幽冥老祖端坐在主位，打量着楚惊天，对我这个附带的跟班视而不见。鼎灵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快，楚惊天，你注意了，等下会有一个筑基期的小师妹跑出来诬陷慕容雪，你立刻出面，用你的极品丹药和修为狠狠打那小师妹的脸，替慕容雪撑腰。只要你英雄救美，天命之女就会彻底迷上你，剧情就能拉回正轨了。想装英雄你自己去，别带上我。我凭什么要让所有女人都围着我转？鼎灵苦口婆心：这是你的宿命，你是绝世天才，修真界的优质女修都应该仰慕你。我坐在慕容雪身旁，将这一人一鼎的争吵听得一清二楚。英雄救美，我偏不让这破烂剧情如愿。我端起茶杯，姐姐，修真界以实力为尊，你觉得呢？慕容雪点头。自然，弱肉强食本就是法则。可是我见许多名门大派的仙子，明明实力高强，受了委屈却只懂哭哭啼啼讲道理，任人泼脏水。我一直以为姐姐是不拘小节的女中豪杰，若是姐姐遇到无端诬陷，该不会也只知道忍气吞声的自证清白吧？我慕容雪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会任人欺辱？若有人敢无端污蔑，我定要他付出代价。那就好，我满意的笑了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筑基期女修跑进大殿，扑通一声跪在幽冥老祖面前。师尊，你要给徒儿做主啊！幽冥老祖皱眉：娇娇，接风宴上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娇娇抬起头，满脸泪痕地指着慕容雪：师尊，圣女她偷了我的筑基秘册和护身玉镯，求师尊替我讨回公道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慕容雪身上。大殿内气氛降至冰点。雪儿，你师妹说你偷了她的东西，可有此事？师尊，我亲眼看到圣女从我房里出来，那玉镯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啊！快说话呀！你把你的极品法宝拿出来，打烂这绿茶的脸！清寒说了，他只欣赏女中豪杰。我这时候插手，不是抢了慕容雪的风头吗？不去。慕容雪脸色铁青，正要开口解释，我在桌下轻轻按住她的手，低声说：姐姐，你难道要为一个刚筑基的蝼蚁去自证清白吗？慕容雪猛地转头看我，眼中的犹豫瞬间被冰冷取代。是啊，她堂堂金丹期圣女，何须向一个蝼蚁解释？她豁然起身，大殿内的桌椅都被震得嗡嗡作响。我金丹修为，想要什么秘籍法宝得不到，需要去偷一个筑基期弟子的破烂，满嘴谎言，诬陷同门。我今日就带师尊罚你这心术不正之徒！啊！娇娇惨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虽然没死，但一身修为算是废了一半。师尊救我！慕容雪，你放肆！事情还没查清，你怎敢对同分下此重手？慕容雪看着往日疼爱自己的师尊，竟然为了一个低阶弟子对自己发火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姐姐，看来你师尊似乎对你并不信任啊。她是你师妹，就算她错了，你也不该废她经脉。你身为圣女，心胸怎如此狭隘？慕容雪心彻底凉了。诬陷同门，本就犯了阁中大忌，我废他修为已是网开一面。师尊如此偏袒一个满嘴谎言的弟子，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幽冥老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意。放肆！你敢顶撞为师？
大殿内的气氛剑拔弩张。我看着这场闹剧，心中暗爽。幻海阁内部越乱，我们就越有机会拿到进入沧海秘境的钥匙。楚惊天，你快看那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那是谁？楚惊天顺着视线看去，只见内殿屏风后，不知何时站着一个身背长剑的黑衣青年。他是绝影，幻海阁的少阁主。他本来应该在后期苏清寒因为蛊毒发作被各大宗门围妖时才出现的，现在居然提前出场了。他出场怎么了？关我什么事？怎么不关你的事？这个绝影从小是个乞丐，被苏清寒救过，他暗恋苏清寒好多年了。你不走龙傲天剧情，现在情敌都提前找上门了，你要被绿了，你的爱情黄了。楚惊天拿着瓜子的手微微一顿，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。我自然也看到了他，是当年我和父亲下山随手救下的那个快要饿死的小乞丐。清寒，你一直盯着那个黑衣小白脸看，你们认识？青梅竹马，苏清寒以后被正道围剿，这小子为了救他，甘愿变成废人，多感人啊！楚惊天咬牙切齿：“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立刻把你连顶带魂烧成灰！”我甩开楚惊天的手，看着越走越近的黑衣青年。幻海阁的少阁主，自然是认识的，当年随手给过几个包子罢了。绝影走到我面前，目光深沉，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：“苏姑娘，别来无恙。”楚惊天立刻挡在我面前，手里把玩着几颗爆裂丹。说话就说话，离这么近干什么？清寒体寒，受不得你这一身杀气。绝影冷冷地瞥了楚惊天一眼，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将一块玉佩递向我。幻海阁不是久留之地，若有麻烦，捏碎他。楚惊天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玉佩，塞进自己怀里。他刚想发作，内殿里却突然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。巨响是幽冥老祖摔碎了茶盏，接风焰不欢而散。深夜，我带着楚惊天送的几瓶解毒丹去敲了慕容雪的房门。姐姐，你今天可曾注意到你师尊看你的眼神里的杀意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圣女，他怎会因为一个娇娇对我动杀心？他今日不杀你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。他需要你联姻，借楚惊天的极品火灵根，去沧海秘境拿那件能帮他突破修为的上古仙器。一旦他得手，你这个碍眼的圣女还有活路吗？我趁热打铁。而且，我的线人查到，那个娇娇其实是你师尊在外的私生女，你废了他亲女儿的修为，他岂能容你？慕容雪猛地站起身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，随后化为彻骨的寒意。慕容雪死死握住手中的剑柄，好一个算计！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秘境的钥匙在绝影手里，我现在必须立刻传信回慕容世家，请家族长老出山牵制幻海阁。师尊由我来托住，但秘境里的东西，你和楚惊天务必拿走，绝不能落入他手中。姐姐放心，不用去了。一道冷冽的声音从窗外传来，黑影闪过，绝影稳稳地落在房内。他连看都没看慕容雪一眼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将一块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晶石塞进我手里。沧海秘境的钥匙。绝影语气平静，仿佛给出的不是什么稀世珍宝，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为何给我？绝影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。幼时的救命之恩，我说过会还。楚惊天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，酸溜溜地瞪着绝影。给个钥匙装什么神情？连秘境都不敢下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你是不是破防了？人家主动献上钥匙讨好苏清寒，你气不气？3日后，慕容雪率领慕容世家的精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了幻海阁。趁着外面杀声震天，我和楚惊天拿着钥匙，悄然潜入了东海之滨的沧海秘境。刚一踏入秘境，一股浓郁的毒瘴便扑面而来。我体内的蛊虫感受到这股气息，开始躁动不安。别怕，有我。楚惊天反手握住我的手，灵力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，瞬间将我周围的毒瘴驱散。刚走在前面的路口，突然窜出一头极好大的深海妖蛟。我刚想唤出毒蛊，楚惊天却一把将我拉到身后。退后，让我来。楚惊天随手掏出一大把爆裂丹。看门妖兽也敢挡我的路！轰隆几声巨响，那头连金丹7修士都要头疼的妖蛟，直接被炸得外焦里嫩。
楚惊天拍了拍手，回头冲我求表扬，鼎灵却突然惊恐的大喊：楚惊天，不对劲，慕容雪疯了！慕容雪怎么了？楚惊天一边漫不经心的在心里问，一边帮我把妖娇的内丹挖出来塞进我手里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弄死他师尊，夺取幻海阁的大权，剧情全崩了。楚惊天，你快去攻略苏清寒补救一下，等会儿遇到危险你别出手，等他快不行了，你再英雄救美。我为什么要看他受伤？我是男人，护着他天经地义。我一路听着这一人一顶半嘴，秘境里的妖兽和阵法皆被楚惊天用数不尽的丹药和法宝硬生生砸开，而我只需要舒舒服服的跟在后面捡漏。金丹期妖兽内丹，千年冰海珊瑚，万年深海灵植，全进了我的储物袋。我这哪里是来历险的，分明是来进货的。就在我满载而归，心情大好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古老的祭坛。九幽魔渊到了。我体内的蛊虫疯狂躁动，仿佛遇到了什么绝世美味，又带着深深的恐惧。我忍不住走上祭坛，想要伸手触碰那团黑雾。别碰，会反噬，只有至阳至纯的火灵根才能压制它。楚惊天见状，脸色大变，一把将我拽回怀里。清寒，危险！就在我退后的一瞬，黑雾猛地爆发出毒气涟漪，震得周围石柱粉碎。若不是楚惊天挡在我身前，我恐怕已经被这毒气重伤。你不要命了吗？楚惊天语气罕见地带了怒意。这东西这么危险，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鼎灵冷哼，不知好歹，上古心气，岂是他一个小小古兄能碰的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我要这魔渊里的上古毒杖。楚惊天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一把避毒丹吞下，顶着毒气走向祭坛。他竟然不顾自身安危，一点点将那魔渊的本体剥离出来。疯了！你为了他不要命了！祭坛上，楚惊天将一颗漆黑如墨的毒珠拿在了手里，他脸色苍白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，却还是笑着把毒珠递给我。清寒，给你，这玩意儿可真难对付，差点把我新换的法衣给弄破了。看着他强撑的笑意，我心里莫名一酸。你个败家子儿，你知不知道吸收了这上古毒珠的灵力，就能直接飞升上界？你居然给他！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你知不知道这东西能让你飞升？楚惊天满不在乎地擦了擦嘴角。飞升有什么好的？上界又没有你，你赶紧吸收了它，解了你体内的蛊毒反噬。你不是想飞升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飞升了？我一把夺过毒珠，反手塞进储物袋，然后丢给他一瓶疗伤药。你好吵，先闭嘴疗伤。楚惊天握着药瓶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清寒，你是不是心疼我了？我转过身不看他，这毒珠我必须带回凌云宗。既然拿到了东西，是时候该让他知道一些真相了。秘境边缘，我们稍作休整。楚惊天看着我把玩的毒珠，你既然不想飞升，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找九幽魔轩？我看着远方，声音没什么温度。凌云宗的灵脉快断了。楚惊天一愣，一条灵脉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宗门解散，大家各自寻出路不好吗？出路？我爹为了修补灵脉，根基尽毁，成了废人。我大师姐为了给凡人治病，耗尽修为。我那纨绔的二师兄，为了救灾民，愣是把自己的本命法宝都融了。他们收留的，全是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快要饿死的小乞丐。为了给他们一口饭吃，凌云宗被整个修真界嘲笑。所以你要用九幽魔渊的灵力去修补那条破灵脉。楚惊天声音低沉，我猛地站起来。怎么可能？我才没有修补灵脉！凡人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最讨厌凌云宗了。既然讨厌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为什么要修这种毒蛊之术？楚惊天步步紧逼，我被他逼得退无可退，一直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。因为他们太蠢了！我声音颤抖。我无数次因为蛊毒反噬痛得死去活来，无数次为了换灵石给他们买口粮而去猎杀妖兽。每次回去，看到那群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宗门、种菜养鸡，神佛不渡他们。但我爹、我师姐、师兄伸手渡了，我答应过他们，凌云宗在我手里一定会成为最强宗门。我不能食言。楚惊天静静地看着我，走上前，轻轻将我拥入怀中。他身上带着火焰的温暖，竟然驱散了我体内的寒意。我们家清寒明明是个嘴硬心软的小菩萨，偏要装成恶毒妖女。鼎灵在脑海里叹气。罢了罢了，这凌云宗蠢得让人敬佩。就在这时，九幽魔渊的毒珠突然爆发出刺目的光芒，一股强大的牵引力从天而降。天道感应到仙气出世，要强制接引持有者飞升上界了。楚惊天借着仙气的力量，
我们立刻飞升上界，开启新的装逼打脸副本，去干翻献帝。那股牵引力不仅罩住了我，也罩住了楚惊天。我推开他，将毒珠递过去。你飞升吧，你不该在这下界蹉跎。我还要回凌云宗。飞升个屁！楚惊天一把将毒珠塞回我手里。老子不飞！清寒在哪？老子就在哪。你再说一遍，老子是上古神鼎的鼎灵，不是让你玩过家的。修真界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你不飞升，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要去凌云宗，帮清寒修补灵脉。你这个恋爱脑，你要是不飞，我现在就强行抹杀。鼎灵的话还没说完，楚惊天手心直接燃起3昧真火，做事就要往随身带着的紫金炼丹炉上拍。你抹杀一个试试。算我怕了你了，不飞升是吧？要救那个破宗门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豁出去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楚惊天手里的炼丹炉突然剧烈膨胀，化作数丈高。鼎灵强行从我手中吸走那颗九幽魔渊的毒珠，将其投入炉中。我拼了100年修为，为你布下夺天阵。刹那间，一股毁天灭地的纯净灵气冲天而起，化作一道耀眼的光柱，朝着凌云宗的方向破空而去。楚惊天拉着我的手，笑得像个邀功的孩子。清寒，你看，这片里够不够排场？我看着天空中那道璀璨的灵气长虹，还来不及感动，原本祥和的仙乐突然戛然而止，天际瞬间乌云密布，紫色的雷劫如同狂龙般在云层中翻滚。天道发怒了！不好，是9天玄雷，逆天改命，强行修复枯竭灵脉，触怒了天道法则，他要降下雷劫毁了我们！轰隆！敢动老子给媳妇儿准备的聘礼，滚！我咬破指尖，强忍着经脉反噬的剧痛，唤出本命金蚕骨，帮他分担雷劫。清寒，你别动用真气，你的毒蛊还没解。楚惊天急得大喊，一边疯狂往嘴里塞回血丹，一边用肉身死死护住鼎灵的阵眼。天雷一道接一道劈下，法器尽碎，蛊虫成片陨落。就在我们快要支撑不住时，那道输送往凌云宗的光柱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，缓缓消散。雷劫渐渐退去，我和楚惊天浑身是血的瘫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腰间的传音玉简突然亮起，里面传出我爹颤抖着的哭腔。清寒，你做了什么？爹，怎么了？灵气像瀑布一样灌进了宗门地底，枯死的后山重新长出了100年灵草。我爹哽咽着大喊，爹不仅恢复，还直接突破到了元婴期。玉简那边传来嘈杂的欢呼声。我的修为回来了，我突破金丹了。小师妹，咱们宗门里那些没有灵根的凡人，那些孩子和老人，全都在这场灵雨中洗金伐俗，生出了灵根。我眼眶一热，视线瞬间模糊，再也没有人敢叫他们累赘了。我答应过他们的事，终于做到了。楚惊天凑过来，用沾满灰尘的袖子帮我擦眼泪。别哭了，再哭就不酷了。我这聘礼，岳父大人还满意吧？我刚想说话，鼎灵却冷不丁地插了一句：“你们别高兴得太早。”半日后，我和楚惊天赶回凌云宗，刚到山门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。而山门外，密密麻麻跪满了各大宗门的掌门和长老。傲天宗长老特来恭贺凌云宗重获新生，之前是我们瞎了狗眼，得罪了少宗主，求少宗主高抬四手。幻海阁新任阁主慕容雪携厚礼前来拜访凌云宗，曾经对我们避之不及的修真界，此刻全都在凌云宗门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我爹红光满面地站在山门前，看着我，老泪纵横。我一步步走过去，挺直了脊背，正准备以凌云宗少宗主的身份说几句场面话，突然喉咙里涌起一股腥甜，我眼前一黑，浑身的血液仿佛被冰封住，一口黑血猛地喷了出来。清寒，清寒，你怎么了？楚惊天紧紧抱住我，声音里全是恐慌。我知道，这是九幽魔渊的毒瘴反噬。之前为了抵抗雷劫，动用蛊毒，彻底打破了体内的平衡。糟了，他本来就靠着毒蛊吊命，现在本命蛊反噬，没救了。你放屁！你是上古神鼎，
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说话！有倒是有，古法记载有一门血气换命丹，能解万毒，必须用施术者的心头血为引，辅以极品火灵根的本源之力。你若炼了这丹，你的极品灵根就废了。你愿意吗？不要。没有了他，我要这绝世天范有何用？我要这天下第一又有何用？紫金丹炉，现！疯子！我嘶哑的喊着，想要推开他，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一股奇异的药香弥漫开来。楚惊天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满是冷汗，却依然死死护着药炉。他指尖一挑，一颗散发着柔和红光的丹药飞入我口中，丹药入口即化，那股狂躁的九幽毒瘴仿佛遇到了天敌，瞬间被温和的力量安抚。而楚惊天却身子一软，直直栽倒在我身上，他身上的灵力波动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。惊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傲天宗百年难遇的天才，彻底废了呀！我爹和大师姐他们冲上前来，将我们团团围住，满眼都是焦急和心疼。我擦干眼泪，小心翼翼地将楚惊天护在怀里，抬眼看向周围那些心思各异的各大宗门掌门。楚惊天现在是个废人了，他身上的极品法宝和神级炼丹炉，留着也是暴殄天物，不如交由我等代为保管。交由你保管。苏清寒，你虽然解了毒，但现在也虚弱得很。凌云宗就算有了灵气，也只是一群刚入门的乌合之众。交出神鼎，老夫饶你们不死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打他的主意？我连法宝都没拿，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。刹那间，黄刀门主脚下的土地裂开，藤蔓破土而出。这是我毒素化解后变异而成的极品无血灵根。藤蔓将狂刀门主倒吊在半空中，他引以为傲的元婴期修为，在这些藤蔓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滚！我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狂刀门主惨叫着被藤蔓甩飞出100米开外，生死不知。我转过身看了看楚惊天的脉搏，楚惊天的睫毛微微颤动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丹田，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凌云宗接法旨。我爹眉头紧锁，带着我们迎了出去。中州圣地统领整个凡界修仙者，底蕴深不可测，绝不是现在的凌云宗能惹得起的。使者高高在上的俯视着我们。查凌云宗私聚灵脉，圣主开恩，特收编凌云宗全员为圣地开采灵矿，终生为奴，即刻启程。此言一出，凌云宗上下群情激愤，让我们全宗去当挖矿的奴隶。这分明是看中了我们刚刚复苏的灵脉，想要斩草除根。使者大人，这未免欺人太甚。凌云宗虽小，但也绝不受此等侮辱。区区元婴也敢放肆！金甲使者冷笑一声，随手一挥，我爹闷哼一声，竟然被这随手一击打得连退数步，嘴角溢血。爹，使者修为深不可测，起码也是化神期巅峰境界。一群不识好歹的草芥！使者掌心凝聚出一团灵光，朝着我们狠狠砸下。眼看那道攻击就要落下，一直躲在我身后吃软饭的楚惊天突然一步跨出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你没事吧？经脉断了，我以后会想办法帮你续上的。续什么续？不续了！我以前天天被逼着修炼，累都累死了。现在我是个凡人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吃软饭了。他脑子没坏，他就是单纯的不要脸。行，我养你。老头，你回去吧，我以后就是凌云宗的赘婿了，别来烦我。长老气得翻白眼，直接拂袖而去，一场风波就此平息。宗主设宴。我爹乐呵呵地张罗着设宴，凌云宗上下喜气洋洋。楚惊天虽然没了修为，却成了整个宗门最受宠的小祖宗。
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半个月后，一艘遮天蔽日的巨大灵舟突然降临凌云宗上空。那道毁灭性的灵光还没碰到楚惊天，就被他胸口爆发的金光瞬间吞噬，连个水花都没激起。什么东西？井底之蛙，真以为破而后立是说着玩的？这小子废了火灵根，却刚好唤醒了我体内沉睡的混沌本源。吃软饭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老婆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能反手把敌人拍死。金甲使者如遭雷击，双膝一软，他拼命挣扎，却被无形的大道法则死死压制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我呆呆地看着半空中那个光芒四射的背影，心跳不自觉地漏了一拍。混沌本源，原来是你！上界通缉了100年的那个家族余孽，你死定了！中州圣地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楚惊天，你这个叛徒，你不得好死！吵死了！没看到我正和我娘子说话吗？上界通缉，他本是上界第一炼丹世家楚家的遗孤，楚家因为守护这尊神鼎，被上界大能和中州圣地联手陷害。他流落凡界后，才成了傲天宗的弟子。娘子，你不会嫌弃我，不要我了吧？我的人，谁来了也带不走。就在这时，晕倒的金甲使者身上突然爆开一团血光，一枚金色的传讯玉符碎裂开来，化作一道冲天光柱。不好！他在临死前捏碎了血脉玉符，中州圣地的大军马上就要直接传送过来了。天空中乌云翻滚，空间被强行撕裂出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一艘艘闪烁着寒光的战船从黑洞中驶出，将凌云宗的上空围得水泄不通。领头的是一位骑着赤焰金翼兽的圣地长老。交出楚家余孽，凌云宗全员自废修为，可留全尸。凌云宗刚觉醒灵根的弟子们虽然害怕，却无一人后退，全都紧紧握住手中的法器，将我和楚惊天护在中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挡在前面的楚惊天。你现在没修为，躲我后面去。好的，娘子威武。我双手结印，体内的极品木灵根与残存的毒蛊之力融合，无数条长满倒刺的暗绿色毒藤冲天而起，在凌云宗上空交织成一张巨大的毒网。长老冷笑一声，举起手中的法杖，用焚天烈火阵烧死这群草芥！烈火呼啸而下，我的毒网在高温下开始枯萎。就在我准备强行透支生命力加固防御时，身后的楚惊天慢悠悠地打个哈欠。在我这个混沌本源面前玩火，不是班门弄斧。他连指头都没动，胸口的紫金神鼎虚影微微一闪，天空中砸下的漫天火球瞬间调转方向，竟然全被吸进了那尊神鼎虚影里。圣地长老傻眼了。这战船的材料不错，玄铁加上赤铜，刚好给我娘子炼几根发簪。混沌炼天诀，万物皆可为药，万物皆可炼化，爽！长老看着瞬间溃败的大军，气得吐血，一把捏碎了胸前的护心镜。恭请圣主法相降临！随着护心镜碎裂，一股远超化神期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，天空中凝聚出一尊巨大的金身虚影，金光璀璨，不怒自威，正是中州圣地之主圣主的法相。楚家的小孽种，竟然让你成了气候！交出神鼎，本尊赐你们痛快。否则，本尊让这方圆百里生机断绝。
老东西，口气不小啊！庞大的威压压得我骨骼作响，但我死死咬着牙，膝盖连弯都没弯一下。我苏清寒这辈子绝不向任何人下跪。楚今天正要出手，天际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剑鸣，一声冷笑。中州圣地，好大的威风！真当我修仙界无人吗？慕容雪，你们幻海阁要挑起仙门大战吗？圣主说笑了，我只是来喝茶的。但若是有人要伤害我的朋友，也要问问我手中的剑。绝影更是人狠话不多，拔出长剑，化作一道黑色闪电，直逼天空中那尊巨大的金影。聒噪！一时间，冰龙咆哮，剑气纵横。慕容雪和绝影加上我爹带领的凌云宗弟子，竟然硬生生抗住了圣主法香的威压。楚惊天躲在我身后，一边吃着我塞给他的葡萄，一边指点江山。哎呀，绝影兄弟这剑慢了点，慕容雪的冰龙再往左一点就打中鼻子了。人家在前面拼命，你在这吃软饭。这法相只是个分身，我得留着力气对付他后面的阴招。果不其然，圣主法香见久攻不下，突然冷笑一声：“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”圣主法香张开巨口，无数道黑色的怨气锁链喷涌而出，竟然绕过众人，直接锁向了凌云宗后山那些手无寸铁的凡人家眷。卑鄙！那些黑色的锁链一旦触碰，毫无修为的凡人必死无疑。圣主这是想毁了凌云宗的根，逼楚惊天就范。我推开楚惊天，毫不犹豫地冲向后山，挡在那些妇孺面前，双手猛地拍向地面。既然木系灵根挡不住，那就连同我压制在心底的九幽毒气一起释放。九幽毒域，开！以我为中心，方圆数里的地面瞬间变成了紫黑色，无数妖异的剧毒花朵竞相绽放，形成了一片绝对的毒瘴领域。那些黑色怨气锁链一进入毒域，瞬间被腐蚀殆尽。但我也不好受，强行催动毒域，我嘴角溢出鲜血，脸色惨白。楚惊天看着我受伤的样子，嘴里的葡萄掉在了地上，他一直懒散的眼神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胆寒的金色神芒。他一步步走向半空，声音冷得像来自九幽地狱：“老东西，你不该伤我娘子！”楚惊天浑身被金色的混沌本源包裹，没有华丽的招式，没有繁琐的法宝，他直接无视了所有的阵法和空间距离，一步就瞬移到了圣主法香的正前方。你敢？我敢你大爷！楚惊天抬起右手，直接插进了那个巨大的金光人脸中，混沌本源的力量瞬间爆发，迅速同化，吞噬着法香的力量。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，那不可一世的圣主法香竟然被楚惊天硬生生撕成了碎片。漫天金光化作最精纯的灵气，像雨点一样落回凌云宗。楚惊天落回地面，紧张的跑过来扶住我，眼里的杀气瞬间变成心疼。娘子，疼不疼？快吃颗回血丹。慕容雪和绝影在旁边看呆了。就在我们以为危机解除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比法香破碎还要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鼎灵惊恐的声音都在大战。完了，楚惊天动用了极致力量，上界的家伙察觉到了，天门要被强行打开了。天音浩荡，但那声音中透出的不是祥和，而是令人窒息的审判之意。门内走出一队身披银甲的天兵，为首的是一名手持金刚降魔杵的四目神将，他那四只金色的眼睛扫视下方，最终如利剑般锁定了楚惊天。楚家余孽躲在下界100年，终于舍得动用本源之力了吗？神将的声音如万重惊雷，凌云宗修为较低的弟子纷纷吐血倒地。他目光移向我，竟敢私从罪族，妄图染指神鼎！话音未落，他手中的降魔杵猛然一震，朝我天灵盖狠狠砸下。那是超越了下界法则的绝对力量，速度太快，威压太强，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我竟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毁灭性的光芒落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储物袋里的九幽魔渊毒珠突然剧烈震颤。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既然天道不仁，视万物为刍狗，那我便用撑开这片天。想要我的命，凭你这看门狗也配！我没有被恐惧压垮，反而将体内木灵根催动到极致。我并未被毒株侵蚀成魔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将毒株中那积攒了万年的纯净生机瞬间引爆，灌入我的灵根之中。木生万物，造化不息。随着一声轻喝，
我周身爆发出通天的碧绿色神芒，青藤破土而出，在凌云宗上空交织成一株巨大的神木虚无。那万钧雷霆砸在神木之上，上古剑木的气息，你体内的灵根竟然能演化到如此地步！清寒，干得漂亮！楚今天看着我光芒万丈的样子，爽朗大笑。他周身的混沌本源化作一副璀璨的金甲，手中的混沌之剑斜指苍穹。他与我并肩而立，一金一绿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竟将满天云霭生生冲散。一个混沌血脉，一个神物传人，我今天豁出去了，带你们杀上去！楚今天用剑尖指着天上的神将，转头对我挑了挑眉。娘子，不如我们今日直接杀上天门，找那些老家伙讨个说法，如何？我抹掉嘴角的血迹，冷笑一声：好主意，今日我便要看看那天上的风景是否配得上他们的狂妄。慕容雪和绝影带着众人退守后山，我爹在下面眼含热泪的大喊：清寒，敬天一定要活着回来！我重重点头，挥手撒下大片碧色灵光，化作坚不可摧的结界，将凌云宗护住。我们两人如同两道逆天而上的流星，迎着漫天天兵天将的阻击冲杀而去。那四目神将还想阻拦，却被我和楚今天合力一击，震飞千丈。我们一路势如破竹，杀穿了重重云海，直接踏入了那扇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白玉天门。天门之后，并非想象中的仙家福地，而是一片巨大的由玄金铺就的接引台，密密麻麻的金甲卫士列阵两旁，杀气腾腾。而在阵列最前方，一张华丽却散发着阴冷气息的王座上，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人正端着琉璃盏，慢条斯理地品着仙茗。那人缓缓转过身：老夫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人竟然是傲天宗大长老。傲天宗大长老，我皱紧眉头，看着王座上那个原本畏首畏尾的糟老头。他不是大长老，他身上有我楚家灭门凶手的气息。楚公子好眼力，本尊乃先帝座下紫薇星君，当年灭你楚家夺取混沌神鼎，没想到你命大，带着神鼎躲进了下界傲天宗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老贼装了几十年孙子，就是为了监视楚今天，伺机夺鼎。楚今天握紧了手中的混沌之剑，眼神如刀。今天我就用你这狗命祭奠我楚家满门！就凭你们在这天门之内，本尊就是主宰，天罗地网。随着他一声暴喝，接引台四周升起万道金光，化作一个巨大的囚笼，将我和楚今天死死困在中间。金光囚笼不断收缩，上界天道法则的威压绝不是下界修士能轻易抵抗的。我体内的九幽魔气被死死压制，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。楚今天闷哼一声，一把将我护在怀里，用自己的背部硬抗下那些金光利刃的无情切割。今天，我看着他金甲上渗出的血迹，心如刀绞。这天罗地网阵是用仙界本源催动的，楚今天现在只有混沌本源，没有修为支撑，撑不了多久。交出神鼎，本尊可以考虑留这女人一具全尸。留你大爷！楚今天吐出一口血沫，眼神却凶狠如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反握住楚今天的手。今天你的混沌之火加上我的九幽毒杖，能不能融了这破笼子？楚今天眼睛一亮，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笑意。好主意，娘子，咱们今天就给这群神仙上点眼药。我毫不犹豫地逼出心头最精纯的九幽毒血，抹在楚今天的混沌之剑上。混沌本源能炼化万物，而我的九幽毒杖能腐蚀一切法则，两者融合，威力呈几何倍数暴增。给我破！楚今天怒吼一声，挥剑斩向金光囚笼。不可一世的天罗地网阵竟然像被泼了强酸的纸糊一样，被融出了一个大洞。我们顺势冲出囚笼，楚今天反手一剑，黑金色的剑气直逼紫薇星君的面门。紫薇星君大惊失色，慌忙祭出仙盾抵挡。然而炉火交加的剑气瞬间洞穿了仙盾，狠狠斩在他的胸口。他惨叫着跌落王座，胸口被腐蚀出一大块焦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高高在上的仙君也不过如此嘛。你们真以为赢定了吗？看看下面吧。这是通天宝镜，本尊杀不了你们，但可以通过它把神雷直接降在凌云宗。我要让那些凡人和修士全都给你们陪葬。镜中，凌云宗上空突然雷云密布，神雷正疯狂劈下。我目眦欲裂，想要冲过去抢夺宝镜，却被几名金甲神将死死缠住。看着凌云宗护山大阵在神雷下摇摇欲坠，我心急如焚。爹、师姐、二师兄，还有那些刚刚重获新生的弟子，难道都要死在这无妄之灾中吗？楚今天更是怒火冲天，一剑劈开两名神将，却来不及阻止紫薇星君继续催动阵法。
就在这绝望之际，镜子里的画面却发生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变故。通天宝镜里，凌云宗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大师姐和二师兄冲在最前面，将修为推动到极致，撑起护盾。我爹、慕容雪、绝影，还有那些曾经没有灵根的凡人弟子们，竟然手拉着手，将体内刚刚觉醒的微弱灵力毫无保留地汇聚到凌云宗地底的灵脉中。凌云宗，誓死不退，誓死不退！众人的怒吼声穿透了宝镜，响彻天门。那条被普惊天强行修复的灵脉，仿佛感应到了众人的不屈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啸。一条石质般的灵气巨龙冲天而起，硬生生抵住了毁灭神雷。我红了眼眶，这就是我誓死要守护的家人。他们从来不是累赘，他们是凌云宗最坚韧的脊梁。紫薇星君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：不可能！一群下界蝼蚁，怎么可能挡住仙界神雷？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守护。紫薇星君惊恐回头，迎接他的是楚惊天燃烧着混沌真火的拳头。楚惊天厉声喝道：你敢降下雷劫伤我娘子，今日你必须死在这里！你的死期到了，紫薇仙君！楚惊天，我今日就燃尽这部分神魂之力，助你将这宝镜封印。你只管全力催动真火，剩下的全交给我。紫金神鼎的虚影在楚惊天身后凝实，神鼎倒扣而下，直接罩住了紫薇星君和那面通天宝镜。通往凌云宗的雷劫通道瞬间被强行切断。不，先帝救我！楚惊天，你若杀我，先帝绝对会让你形神俱灭！紫薇星君发出绝望的惨叫。楚惊天双手结印，眼神冷酷，吐出一个字：烈。熊熊火焰中，紫薇星君的声音越来越弱。就在他即将灰飞烟灭之时，天门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叹息。真正的幕后黑手终于坐不住了。王座后方的虚空裂开，一名身披地袍的虚影缓缓浮现。先帝本尊降临了。仅仅是一道虚影的威压，就将我和楚惊天逼得连退数步。先帝看都没看被炼化成灰的紫薇星君，目光直接锁定了楚惊天。楚惊天，交出神鼎，朕赐你仙尊之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至于这个下界魔女，我可以给她一个痛快。我冷笑一声，握紧了手里的藤蔓，随时准备拼死一战。楚惊天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先帝以为他动心了，满意的笑了。然而下一秒，楚惊天却抬起头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先帝。仙尊之位，听起来很威风啊。楚惊天掏了掏耳朵。先帝傲然道：自然，这是你无上的荣耀。荣耀你大爷！老子在下界吃我娘子的软饭吃得好好的，你让我抛弃她来给你当狗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放肆！给脸不要脸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巨大的金色手掌遮天蔽日地拍了下来，想要将我们彻底抹杀。楚惊天大吼一声：清寒，把你的九幽魔气全给我！我毫不犹豫地从背后抱住他，将体内所有的魔气和毒瘴毫无保留地灌入他体内。我这一剑不求飞升，只求劈碎你这高高在上的虚伪天道！黑金斩碎了先帝的巨掌，去势不减，直直劈向先帝的虚影和那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王座。庶子敢矮！先帝惊恐的怒吼，轰隆隆，王座碎裂，天门崩塌。先帝的虚影在这股融合了神界本源与地狱魔杖的终极力量面前，被彻底搅碎成虚无。不仅如此，这霸道无匹的一剑直接斩断了维系上下两界的法则屏障。从今往后，不再有高高在上的仙界，下界修士也无需再忍受残酷的天劫，众生平等。顶灵虚弱却欣慰的声音响起：干得漂亮！我要去沉睡恢复了，别来烦我。我和楚惊天相视一笑，紧紧相拥。失去了天道法则的支撑，我们两人双双失去了浮空的力气，相拥着朝着下界的凌云宗坠落。楚惊天死死抱着我，突然大叫起来：娘子，我彻底没修为了，这么高摔下去我们要成肉饼了，快接住我啊！半个月后，凌云宗曾经破落的山门如今已是整个修真界的圣地，上下两界通道打通，凌云宗凭借着那条最强灵脉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宗。我爹整天笑得合不拢嘴，带着那群凡人弟子热火朝天的搞基建。至于我躺在后山用万年暖玉雕成的摇椅上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体内的毒瘴在天门一战后被彻底净化，我的修为也稳固在了界主之境。娘子，来张嘴啊！
楚今天端着一盘剥好皮的极品鲜果，狗腿的凑到我身边，塞进我嘴里。自从失去修为后，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钻研怎么用鼎给我炖汤。今天这果子怎么有点酸？我挑了挑眉，楚今天立刻紧张起来。是吗？大壮，去给我把老丈人的飞剑借来，我去别处给你摘甜的。看着他咋咋呼呼的背影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这软饭就让他吃一辈子吧。